大家好，我是元猫。今天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北欧模式，这一被许多人誉为高福利童话的社会制度，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？我们会先从大众心中那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国的形象切入，探寻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距，接着剖析支撑这种高福利模式的经济逻辑，最后探究为何这种模式在其他地区难以复制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被神话的北欧理想国背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巨大落差。人们常常提及北欧的高福利，可高收入真的就等同于高购买力吗？诚然，像挪威、丹麦这些北欧国家，人均 GDP 相当可观，普通岗位的月薪动辄能有几万人民币。然而，在扣除30%到50%，甚至更高比例的税收后，实际到手的收入远比预想的要少。再看生活开支方面，一升牛奶要10元人民币，普通水果每斤价格能达到几十元。去超市随便采购些物品，花费至少上百欧元。在餐厅吃一顿面条，起步价就要15欧元，差不多120人民币。要是找水管工、电工来家里维修，每小时的费用也是好几百。由此可见，在高物价的背景下，所谓的高收入，真正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其实相当有限。大家总说北欧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是免费的天堂，但实际体验下来，真有那么完美吗？从表面上看，医疗和教育几乎无需个人掏钱，全由国家承担。但在医疗领域，去公立医院看病往往需要排很久的队，一旦错过预约，还会面临高额罚款。教育方面，虽然上学不仅免费，还会有补贴，但对于顶尖人才来说，这里的发展空间受限，因为大家的水平较为平均，很难实现自我突破。所以，这两个看似美好的领域，实际上也并不是那么完美。除了高福利之外，北欧生活中的精神压力和一些社会实际问题，很容易被不生活在那里的人所低估。但真正身处其中，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问题时，感受可就截然不同了。比如在芬兰，漫长而黑暗的冬季容易让人陷入抑郁情绪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也很强，让人倍感孤独。丹麦人也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般轻松，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，压力也不小，而且这些地方同样存在流浪汉、贫民窟以及难民问题，想要领取社会福利，需要满足诸多苛刻的条件。幸福并非像外人想象的那样轻易就能获得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聊聊北欧高福利模式背后经济上到底靠什么支撑。第一个问题，北欧国家如此高额的福利资金究竟从何而来？其实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税收。这里的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，税率都相当高。个人所得税方面，有些人甚至要缴纳60%，购买商品时增值税高达25%。买一辆车，光税可能就比车本身的价格还要贵。而且在北欧，逃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北欧国家的税收非常公开透明，个人税单可以随意查询，政府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清清楚楚。此外，他们的石油、天然气、铁矿、森林等资源产业十分发达，还有主权财富基金，通过投资赚取的收益也用于补充福利开支。再加上这些国家人口较少，在资金分配上压力相对较小。大家都知道北欧是高税收、高福利模式，那么这种模式是如何形成良性循环的呢？高税收将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中后，政府通过各种补贴和保障措施，将这些资金精准地分配下去，使得贫富差距很小。这样一来，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，企业不愁没有订单，人们的创新动力也十分充足，整个经济就形成了一种水多鱼多的良性循环。听起来，北欧的这种模式似乎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很周全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国家通过大数据等手段，严格管理福利资格，防止有人钻空子。同时，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位居全球之首，民众都愿意纳税，并且支持这套制度。然而，北欧的高福利模式如今也面临着一些棘手的挑战。归根结底，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，北欧的优势产业受到了冲击，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，福利支出日益增加。为了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企业的活力，他们也不得不采取减少福利金或者下调税率等措施。这意味着这种模式需要不断调整，在公平与效率、改革与传统之间寻找平衡，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进行微调，才能持续发展。最后，我们来聊聊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：为什么北欧模式难以被其他国家效仿？第一个难题在于这些国家独特的人口和社会结构。北欧5国的总人口加起来只有2000多万，放到东亚只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规模，而且
他们的民族同质性很强，文化、语言和生活习惯都非常接近，因此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的信任感，愿意互帮互助。这种良好的氛围十分难得。更重要的是，北欧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平等主义的传统，工会和各种合作组织也非常成熟，同时对移民的管控十分严格，这使得他们能够将社会凝聚力和制度执行力维持在较高水平。而这样的土壤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。很多国家试图模仿北欧的高福利模式，但往往在经济和资源方面就会发现大家拿的不是一个剧本。挪威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，丹麦则凭借风力发电和渔业，而且更难得的是，这些国家将自身的天然资源转化为了国家财富，而不是进了少数群体的私人账户。除了高税收外，还有国有公司运营这些资源，形成了双重保障，从而每年都有充足的资金充实财政。然而，并非每个国家都拥有这样的资源底牌，而且在发现这些资源之前，北欧国家就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教育体系，在管理财富方面经验丰富，避免了许多国家出现的资源诅咒问题。即使有些国家拥有资源，但在制度和管理水平上也很难达到北欧国家的程度。历史和外部环境也是其他国家难以照搬北欧模式的重要原因。北欧模式是在2战后的特殊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，是社会各阶层通过长期合作不断磨合形成的体系，背后有着多年的社会共识和制度积累。北欧模式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，它需要资源、单一的人口结构、社会共识、平等主义、完善的制度，以及战后欧洲整体福利社会的大势所趋等苛刻条件作为前提。上世纪80年代之后，全球新自由主义盛行，资本流动和福利削减成为常态。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，想要重新构建一个大政府、高福利的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今，许多欧洲国家的福利已经大幅缩水。在亚洲，新加坡和香港在很多方面都和北欧有一定的共同点，比如新加坡几百万人口独占马六甲海峡，得天独厚的国家资源、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教育体系、大政府、高福利。但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比很高的国家，奉行的是精英主义，而不是北欧式的平等主义。顶尖的学校、优质的医疗资源、更好的就业机会、移民政策都向精英倾斜，所以北欧是童话，新加坡是奇迹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北欧模式确实有很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，但它背后也存在着许多容易被忽视的挑战和前提条件，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它的利弊得失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元猫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